从一路荆棘盼到天光，透过云的缝隙，渺小的却直面风雨，独行使命，留下坚定背影。乘风吧，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，前行吧，危险之旅等待我们开辟，续战吧，见证光明，爱用乔治搏击，守护吧，理想炙热如炬，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，不再彷徨，那是你我死生的信仰，迷雾消散，找寻心里呼唤的答案，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。肖木恩，又是你，没完了是吧？我家不欢迎你，从我家滚出去！哎，天成，怎么说话呢？我跟肖董事长要单独聊聊，你还是上去。爸，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聊的？休回去。天成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董事长还如此的保护他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别说没用，想进来就进来吧。韩轩，我让你查的关于肖梦恩在国内的一切产业和资金的情况，你查的怎么样？姐，你别提了，能查的我都查了，别说他的产业和资金关系了，我就连肖梦恩这个人都查不到。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查不到这个人呢？他马上就是汇泉集团的负责人了呀。可是国内的资料库就是查不到啊。行，你先挂了，我再找一个人问一下。喂，安妮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永刚，我问你，你们肖总，肖慕恩，他是不是中国福建人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，你如实告诉我，肖慕恩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，有没有中国国籍？他黄皮肤黑眼睛，肯定是中国人呀。他不过是不是福建人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但是准确说，他现在应该是南太平洋岛国公民。怪不得一句那么简单的福建话他都听不懂。哎，你为什么没早告诉我呢？不是你也没早问我呀？咱们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去说这个事儿，而且现在搞互联网的入外籍的不是少数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哎，可是你们的绿波，包括现在的汇泉集团，它都不是外资啊，这不应该啊。代持呀，现在都是代持协议，国内的公司肯定还是中国籍，他股权关系更简单呀。哎，永刚，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外国籍的身份信息，包括他的名字，他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代持协议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弄的。不过我确实有一次偶然就听到一嘴，他好像是叫 Alex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怪不得之前一直大隐隐于汇圈之内，就在我们眼皮之下。姐，韩轩，有没有可能有人能够更换自己的名字，以全新的身份回到国内啊？当然有啊。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，就是那哥们儿是中国人，然后他拿到了外国国籍，
他在网上晒了自己的操作，他拿到外国国籍的时候把自己的中国名字改了，所以国内不可能通过他外国护照上的名字找到他的中国户籍，所以就更谈不上销户了。小莫恩，董事长，我给您带了一瓶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打开来品尝一下？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确实不错，但我今天不想跟你喝酒。可惜了，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客气了。我听说股东会通过了决议，今天晚上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对外官宣你掌管汇泉集团。我还没有准备好敬贺之礼，来庆祝一下你荣升高位，可却麻烦你带着酒来看我一个无人问津、一个落寞的下野之人。这成何体统啊？能来和您一起分享我人生的辉煌一刻，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小门，现在只有你和我，你这个中山狼就别演了，累不累呀？我这个东郭先生都很累了。你说我是中山狼？你该不会认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全都是你施舍给我的吧？也对。对于像你这种背靠资源、高高在上的人来说，像我们只能靠自己努力奋斗爬上来的人，全都是窜上窜下的猴子。不过今天好像摔得很惨的人是你吧？哦，怎么样？被你平时看不起的泥猴子踹下了你亲手建立起来的汇泉神坛，是什么感受？被平时尊敬你的人背刺，又是什么感受？众叛亲离、跌落尘埃的感觉又如何？年轻人，别太得意了，这个路啊还长着呢。今天在巅峰，明天在哪儿就不一定知道了。你煞费苦心成功上位，但是我还想跟你说，这是你与生俱来，而且永远挥之不去的那种庸俗下作。妈，我不想去上学了，他们都欺负我。你个怪胎！假的，永远真不了。肖董事长，如果你就是想过来看看痛打落水狗，那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你的完胜者的感觉我尽收眼底，但是我现在对你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了。你再在我身上踩上2脚，我想这也不会有什么快感吧。就像你说的，现在只有你我2个人，你也用不着那么虚伪。既然都让我进来了，我们为何不能好好畅聊一番呢？你可不能把你今日的失败全都怪责在我的身上。是你自负、刚愎自用，公司那么多的董事全都背叛了你，实在是他们对你失望透顶了。小门，你是这里不受欢迎的人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希望你从我们家出去，滚！董事长，
别发火嘛，这酒还没喝呢。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！什么酒不酒的？还是那句话，从我家里出去。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，可还记得1986年发生了什么？什么？周玲。对，我。别碰我！最好和我保持距离。我们要是离得太近的话，我怕我会忍不住杀了你。果然是你。从你来公司的那一刻，我总感觉好像就在哪儿见过。尽管你跟我长得不相像，可是通过你的办事，你身上的气息，还有你隐藏在谦虚后面的那个狠劲，我就知道了，那就是你。嘘，别说，千万别把话说出来。像你这种薄情寡义、背信弃义的畜生，你不配拥有孩子，你更不配拥有像我这么优秀的孩子。韩轩，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。不是，到底怎么了，姐？是肖梦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。哎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可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帮你一起查。千头万绪的，你得说清楚从哪儿查吧。从张婉如遇害那天开始，郭检还没下班吧？我去跟他汇报一下，帮他把同事都叫过来啊。有任务了，叫人去，赶紧的啊！加班。郭检，郭检，我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年723专案的漏网之鱼周思月会从欧洲人间蒸发了。周思月是用周思月的身份进入到欧洲，却是用肖慕恩的身份出去的，所以周思月就是肖慕恩，肖慕恩就是老 A。好，我马上向上级做紧急汇报，协调公安部门，一定要查清楚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公民在723专案发生时的行踪。看来今天晚上咱们专案组将无人入眠。是，我已经把专案组同事都叫回来了，我们立即展开工作。那你母亲周玲现在怎么样？你说呢？我现在说什么都是空洞无力的。当初，我的父母，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，他们是强制干涉了我的人生，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我一旦让他们知道了我在外面的那档事儿，我回来以后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完了。所以说我就是非常的软弱，也非常的自私，所以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是活在内疚之中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就闭嘴吧。再听下去，我怕我会吐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拿这瓶酒来吗？1986年，对，我出生的年份。还有呢？看来你是不记得了。你曾经送给周玲一瓶一模一样的酒，那也是你留给她的唯一的念想。
你终究是没有做通你父母的工作，或者说，你压根也没打算要去做什么工作。总而言之，周玲在那一年从秋天等到了冬天，又从冬天等到了第2年的秋天，她等了无数个秋冬，始终都没有等到关于你的一切消息，而你彻底的消失了。我是说了，可是没有用。你奶奶已死相逼，你爷爷一病不起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家里需要我只能听从你爷爷奶奶给我的命运安排，答应他们给我安排的女人，这样也换取他们的自由，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任，我才能掌管家里的重任。听好了啊，我没有爷爷奶奶。尹慧泉，你刚才说你听命结婚是为了挽救家族，那你知道吗？你亲手摧毁了2对母子。你瞅你那窝囊样，死外边得了，这回来干啥？你这出去这几年，咱家可没落了一点好，还知道回来膈应我来了啊？真是。这回好了，这10里8街的，谁不知道这孩子生下来连爹都找不着？别人家的姑娘风风光光出门，你呢？你说你这辈子还有人要吗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家里可没你和你那小嘎子待的地儿。等下地了麻溜的滚蛋！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哼！哎呀，真是的。在那个年代，你抛弃了她。一个怀了野种的女人，就代表着你想让她自生自灭，或者说，你希望我和她一起去死。不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别忙着狡辩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吗？那只是对你而言，而我的地狱才刚刚开始。妈，我不想去上学了，他们都欺负我，笑话我的脸。乖孩子，别怪妈妈，这不是妈妈的错。要怪，就怪你是那个尹慧泉的儿子，都是他害妈妈变成这样的，都是他害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的，都是他害的，都是他。后来，他彻底的疯了，再加上工厂大裁员，像她这种没有背景的女人，肯定是第一批被裁掉的员工，房东把我们赶了出去。那个时期，我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经历过，什么人也都遇到过。尹慧泉，你口口声声的说这些年你一直在经历内心的折磨，那我问你，当一个人活在这世上，却像是每天活在地狱里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？那你母亲，她后来，你送给她的那瓶酒，她一直舍不得喝。实在太想你的时候，她就会拿出来，抿上那么一小口。但酒总有喝完的时候。妈，
妈。4月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妈妈已经离开了。是的，是永远的离开了。我知道，你是不会为我伤心的，因为我也不值得你伤心。我是个失败的女人，更是个失败的母亲。尹慧泉让我变成了一个人见狗嫌的疯子，但你是无辜的，不该迁怒于你，更不能再继续拖累你。多年来，我嗜酒如命，直到摧毁了我的身体和精神。但有一瓶酒，我从来不敢喝光。每次只敢品尝一点点，因为那是尹慧泉为我留下的最后一瓶酒。我一点一点地品尝着它的苦涩，已经咀嚼了10多年。如今，酒已经喝尽，我也可以干干净净地离开了。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不负有什么眷恋，直到生命的最后，除了对那个男人无穷的恨意，我只想对我的孩子说一声对不起。虽然我知道你不会原谅，也不可能原谅，但是对不起了。是我害了他。当然是你！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。是我对不起你母亲，对不起行了，你别演了，收起你的虚伪吧。今天你无论怎么演给我看，我都不会买账的。殷慧泉，你不觉得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？对你、对我、对他都是一种解脱。我也多次的派人到东北老家去找你，但都是无功而返。我也想找机会赎罪呀，哪怕要了我的性命都行啊。没想到你走进了我们家，那我就不再回避了。你怎么样都行，但是我求你，只是对我的孩子尹天成，你不要加害于他，他终究是你的弟弟。不，你只有一个儿子，我算什么？在你眼里，我说不定连条狗都不如，对吧？宝宝，爸爸要来了，爸爸是不是？宝宝来啦！哎，快看看！哎呀，想我了吗？可想了，你说？今天没哭鼻子，走吧。行，今天啊，我妈在家都把饭做好了。哎，老板，哎，你是尹慧泉吗？我认识你。哎呀，走，哪来你孩子？走了，听见没有？好，走了。那次之后，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我要继续活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能相信的人，只有我。
放心，我今天不是来搞什么父子相认的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。即使当初周林因为酗酒变得不仁不轨，即使我们二人被人排斥，四处辗转，颠沛流离，即使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无家可归，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天桥底下，冻得瑟瑟发抖。第二天还得早点爬起来和农民工去争取抢一份包2餐的工作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，因为我自己会娶。哦，你可别误会啊，别以为我处心积虑地做这一切是要来夺你的慧泉集团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其实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，我需要找一家大型的网络公司作为掩护。之所以选择慧泉集团，完全是顺势而为。我为什么不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来报复一下我的杀母仇人呢？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当然是钱喽，不然呢？我也想住在大城堡里，豪车豪宅，游艇私人飞机。我要拥有你拥有的一切，还有你未曾拥有的一切。为了这一刻，我可是准备了20年。周思月，是你？是我。行啊，我要你了，以后跟我干嘛？你看了我简历没有？我什么都不会，你确定我要跟着你？我要干的事儿啊，是个人就可以了。我这儿呢，一个电话线，一个计算机，啊，然后再随便找个人往那一坐，那个钱它就来了。是个骗子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以后才是最厉害的，将来人人都会有计算机，到时候我们这键盘一敲，这个钱啊，他们就会送过来。我们用的是脑子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高科技。那么你一直都是靠高科技来赚钱了？钱是好东西，无所不能。我用我赚到了第一桶金，做了3件事情：整容，买了一个假国籍，然后就是去读书。我的学历可都是货真价实的，我前后花了10年时间，先去考了计算机的本科，然后就是信息安全专业的硕士，最后考了统计学的博士。整个链条上下游逻辑、数据算法，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。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。那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？你马上就会知道。听说过723专案吗？你？你得去保护老 A， 因为你要知道，如果一旦我们真的出事儿了，他就是我们的希望。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。我不相信他，但是我相信你。来啦。看得出来，他对你很忠心啊。就跟我对你一样呗。哎，对了，你真的不打算见见他们吗？
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可靠，而且值得信任的人。他做事还有一股子狠劲儿，将来应该一定是用得上的人。暂时还是不要见得好，我对他另有安排。心怡，我知道你很欣赏他，可是敢打架斗殴、敢提刀砍人，只能代表匹夫之勇。一个人的狠劲，要看他能不能够持之以恒、坚持不懈地做同一件事情，并且将它做好，学以致用。你以后得多教教他。我明白，我会让他去做的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做？因为你最信任的人就是我。对，我只信任你。我的计划呢，是要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建立我们的据点。我要从全世界出发，就好比把鸡蛋分散装在不同的篮子里，无论哪一块出了问题，另外的一部分都不会因此受到牵连。我会把我最重要的3个据点交由你来打理。我呢，隔空监管吧。隔空监管？你是要留在国内吗？对，回国创业。新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绿波，怎么样？听上去是不是很健康？你早就算计好了。从你创办绿波开始，就一直惦记着让我们汇泉集团吞下你这个毒药，之后好从里到外腐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傀儡和工具。你的用心真是何其的恶毒啊！说的好像跟你没关系一样。别忘了，赵继凯可是你亲自任命的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帮我收集筛选用户信息，所以我才能够如此精准的有的放矢，找到每一个我想要找到的人。你认为你能够全身而退吗？你认为你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我告诉你吧，这场游戏你输定了。我不可能输。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一切，你为什么还不快跑呢？难道你想让我亲自把你送进监狱不可？监狱？难道我从小到大不是一直生活在监狱里吗？区别就在于，过了明天，所有人都会记住肖木恩这个名字，而你尹慧泉，你只配和周思月、周林一起永远的烂在过去，死在回忆里。肖木恩，你这个逆子啊！尹慧泉，你就感恩吧。原本按照我的计划，我是要让你下去陪周玲的。好啊。现在你就乖乖的待在你的城堡里，睁开眼睛好好看着，好好的品味一下，看你为其奋斗一生的东西是如何被我所用的。对了，最近反垄断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会来汇泉调查，这也是我精心为你种下的种子，现在到了该收获的时刻了。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尹慧泉董事长。站住！你到我这儿说了这么多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吗？难道你就不怕？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向检察院揭发你。不怕，你去检察院揭发也好，公安局举报也罢，都随你。我既然敢来跟你说出这一切，就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一切的准备。
何队，肖木恩从尹慧泉家出来了。收到。爸，爸，爸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肖木恩刚才到我们家来，到底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呀，我都听见了。你都听见了？他说的揭发举报都是怎么回事？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儿子的话，那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。姐，找到了，找到艾莱克斯2年前的全部行程了。你看，跟咱们想的一样，肖木恩果真在2年前坐飞机从国外飞回的中国，而且周思月的消失跟肖木恩的出现时间地点全对上了。周思月就是肖木恩，肖木恩就是周思月，没跑了。但是仅凭这一份出境记录远远不够吧？当然不够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又搞了一些新消息。这个寒暄呢，是调查的是肖木恩2年前的行踪，我刚查到的是肖木恩1年前的行踪。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当时你们在 F 国行动的时候，肖木恩暗戳戳的跑了趟 F 国。不是，这我们都知道啊。王主任，你是不是忙糊涂了你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安妮，哎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肖木恩是什么时候从 F 国回来的？具体的日期我记得不大清楚了，但那天应该是在傍晚时分，何路源把他送进了关口。对，然后呢？不知道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他进了关口之后啊，他是搭最晚一班航班回的国。这中间多长时间啊？他见了什么人？我猜肯定是钱天心。但是王主任，就算我们证明了是他去见的钱天心，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周思月吧？哎，何路源，你说，吴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。他当初向戈麦斯催律师费的时候，戈麦斯跟他说要等另外一个人转给他。我们联系了 F 国警方，协助调查戈麦斯的资金走向。给他转账的，就是你说的这个 Alex， 也就是肖木恩。肖木恩，看来肖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再打给你。等会儿，先别高兴啊。你说咱们现在要抓肖木恩回来，咱还缺少一个关键证据，证明肖木恩就是周思月。这些证据说来就来了。根据国外司法部门协助给来的消息，这是当时肖木恩出境之后去做的整形手术，是在一家私人医院。那他那个会员用周思月的身份注册的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他肯定是用假身份注册的呀。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，所有的医院、医疗机构，他必须得留有病人的病历，他忽略了这一点，所以肖木恩就是周思月。哦，天网恢恢呀，这回啊，跑不了了。建成啊，爸爸过去对你要求是非常严厉，那是我希望你成为我理想中的孩子。可我越是严厉，你越是叛逆。现在想想，确实是我错了。我确实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，但我敢对任何人说，我是一个对孩子非常上心的父亲。
像你我这样，咱俩面对面的坐着已经有多少次了？我们都是拿出整个下午和傍晚，促膝谈心。我都是拿我几十年的经验来告诫你，传授你，就是希望你少走弯路，早日成才。真是说白了，我每次跟你的聊天，我都要提前去准备，这比我在公司任何董事会的发言都要费心呢。我跟你讲了那么多，但始终有一句话，我始终未跟你讲过。天成啊，你其实是很棒的，爸爸也非常的爱你。这不是妈妈的错，结果你是那个尹慧泉的儿子，他给我留下你这么个祸害，臭妈坏！你们父子俩把我这一辈子都给我毁了，你知道吗？微弱的烛火，闪烁的泪光，孤独的时候，悲伤不用紧张。如果失去方向，最怕去幻想，再远也不过是远方。汗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，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汗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